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终于有机会说，我之后每一个礼拜都会拍新的影片上传，所以希望你有订阅我的 YouTube， 这样有机会看到，这样可以让我知道哦，真的有人在看。那如果真的有看到最后面的话，我记得的话会先问一个问题，随时都可以留言说，你的想法或问我问题都好。我第一年在台湾觉得很奇怪，1月1号第一次遇到朋友的时候，都会说新年快乐。那有的是10几号才遇到的，应该也是一样，还是会说新年快乐。等到农历新年的时候，一样也说新年快乐。那如果是2月10几号或放假之后遇到的，一样说新年快乐。我跟寄宿家庭去很多地方，宜兰、台北，有去花莲吗？高雄有。反正去很多地方，所以那一整个礼拜都每一天说新年快乐，感觉好像是2个月的时间都在说新年快乐。我那时候甚至有点怀疑 Happy New Year 的中文真的是新年快乐，因为1月1号到2月20几号都在说。我也想说，如果你认识来自国外的朋友的话，就算他们说没有过年的习惯，我还是希望你会邀请他跟你一起过年，跟你的家人一起过年。虽然这样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奇怪吧，因为我当交换学生的时候，还有一般外籍学生的时候，我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更了解这个文化，还有融入这个文化。如果那时候没有机会跟我的寄宿家庭一起过年的话，我不会知道过年对台湾人有多么的重要。虽然我第一年在台湾有跟寄宿家庭过年，农历新年，但是读台大的时候就没有寄宿家庭邀请我。今年我的其中一个经纪人有邀请我跟他家人一起过年，因为他们听我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，也是只是一个人在家里而已。今年我想要好好的记录我过年的每一个方面。就算你每一年都有跟自己的家人过年，你应该不是每一年都跟外国的朋友过年的吧？所以你可以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已经知道的几个部分有：过年的时候是大家离开台北去南部，店都没有开的时候，主要是跟家人一起过的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一直吃，过年会发红包。也许可以说，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方面，像红包、吃饭、家人、店都不开之外，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还好。我的经纪人邀请我跟他一起过年，我们是一起吃饭的前一天去北投市场找火锅料。这个好吃吗？好吃。哦，好好。有质感。没有，我现在出发才公司。然后到了北投市场之后，我很惊讶的发现，其实人很多。我以为台北附近的，包括台北的人都会跑到南部去，但是怎么感觉好像台北的人都跑到北投去了？我们找停车位找了40几分钟好，如果你想要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你就要从我的背景来了解我。我的美国国旗在这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其实很可爱，这个小小的旗子。OK， 因为我是从内布拉斯加州来的，
对，没错，是内布拉斯加州，不是加州，也不是阿拉斯加州。虽然听起来很像，但是不是。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地方的话，还是听不懂的话，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很乡下的。虽然很乡下，但是也是很新的一个地方。什么大楼、什么市场、什么百货公司都是新盖的，所以什么都新兴的，都干净。内布拉斯加州连路边摊子都没有，像这种台湾的传统市场，我是来到台湾之后才看到的。我应该是因为背景的关系，所以很少去传统市场吧。另外2个原因，第一个，因为我都差不多下午2、3点才起床，所以那时候店都已经打烊了。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，我一开始住台湾的时候，就避免听不懂的或看不懂的情况。去传统市场的话，如果他们有写牌子的话，那99%应该没有写英文吧。而且就算他们有写牌子，很多是手写的，对外国人来说很难看得懂。虽然我的字很厉害，反正我就很少去传统市场。但是这次有机会去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们在北投市场主要想要找4个东西。今天为了好好的过年，必须买的东西包括什么银柳、年糕、春联，还有一些小吃。到了北投市场之后，我就拍一个介绍地点的影片。我们现在在北投市场，然后呢，就有人走在后面说：“Happy New Year！” 用英文说：“Happy New Year！” 然后 Happy New Year！ 第一个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就是哇，人比我以前想的亲切多了。我以前好像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说如果我听不懂的话，我就完蛋了。然后我一定要看得懂全部写的牌子，而且很多是讲台语的，所以就算现在去也还是很多听不懂的吧。但是其实到现在还是有很多，因为我没有看过、没有吃过的水果，所以完全不知道怎么说的水果，可能特别内布拉斯加州没有的吧。到了这里之后，就看到有人这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，算是打招呼吗？就跟我说新年快乐，让我觉得那这个地方真的还不错卖年糕的那家店甚至给我免费试吃。你们跟人家讲你在吃什么？年糕，我还是不习惯看完整的鱼，大部分的海鲜，到了内布拉斯加州之后是已经切好的，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巴，所以看到完整的鱼或鱼的头，我还是觉得很恐怖。其实看到什么长得像动物的话，我都会觉得很恐怖。我甚至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章鱼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不是贴的，可惜已经死了，要不然可以带回去养。黄鱼的蛋，但是也是很可怜的章鱼。好恐怖！我发现了，我以前没有特别注意到的是，过年的时候大家会买很多水果。有的水果上面甚至会贴什么红色的，像你那个春联那种东西，像那种小小的凤梨，那个应该没办法吃吧，只是装饰品而已。讲到春联，我们有看到很多春联，一整年都有贴在门上，对不对？我一整年都有看到，所以我忘记了这是过年的时候要换的。当然也有看到烟火，但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合法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买。在台湾，什么烟火都是合法的吗？不合法。哦，引流也是，我本来不知道过年的时候要买。只有一颗银色的。过年的时候吃的主要有2种，对不对？一种是煮很多菜，然后就一起吃；另外一种是火锅。我们这次吃的是火锅。
我们隔天是慢慢吃火锅的，也顺便看一下电视节目。我本来想要拍比较有重点的影片，但是我想这部影片的主要的重点是，如果在台湾没有家人的话很可怜，所以希望你可以约一下你的外国朋友或很孤单的朋友有可能哦。还有菜市场没有我本来想的那么恐怖，虽然有点吵。那你如果看到最后面的话，我有2个想要问你们的问题，真的是我想知道的。第一，今年得到的红包的钱总共有多少？很好奇。作为一个外国人，有时候寄宿家庭给我红包，因为我不是他们真的家人，所以可能给的钱比较少。那如果你没有收到什么红包的话，那就说0块钱呢？那个不重要，只是好奇而已。Money. The sweet smell of an all-day sucker. 第2个问题是，你是怎么过年的？你要怎么回答都可以，就留言说吧。一定要记得，按一下订阅，之后都会拍，所以我想知道人家最想要看什么样的影片。这样好了，真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怎么了？喂，Hey，come on， 认真一点，相机，这样好看吗？不好看。When in doubt， pinky out。